裴岩让我帮他考资料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把 E 盘点成了 F 盘，正要退出时，余光瞥见一个很特别的文件夹，藏在角落里，叫与你。我好奇地点开来看，满屏的合照猝不及防映入眼帘。那一刻，我仿佛成了个笑话。照片里，裴岩双手环着他的腰肢，将下巴搁在他肩膀上对镜自拍，也有他恶趣味般揪着他的兔耳朵，他羞涩低头的一幕。那是属于他们之间的小情趣。说来好笑，他面对我时总是温和有礼，可照片里的他明显占了上风，视线猝不及防对上他手腕处的那根手链。好巧，我也有一条，还是去年生日裴岩送我的礼物。他说他在手链上刻上了我们的名字，世间仅此一份。如今看来可笑至极，原来他们的关系已远不止1年。心中蓦然一痛，一股难以言喻的疼痛顺着心底蔓延至四肢。我缓缓闭上眼睛，全身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空。再睁眼，眼底已是氤氲一片，忍着胃里翻滚着的恶心，拿出手机拍照保存。就在这时，信息进来了，是闺蜜季宁发来的。阿玉，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裴岩打算跟你求婚了，在你生日那天，他都订好场地了，还让我们瞒着你，太浪漫了吧。见我没回，他又接着发，人呢？宝，是不是很惊喜，很意外？我回他，不，有点晦气。他不解地问，啊，什么情况？裴岩出轨了。下一秒，季宁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接起后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，裴岩这个狗东西。收拾好心情后，我拿起 U 盘出门，车子正好送去保养，我是打车去的裴岩公司。把 U 盘交给他的时候，我还要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怪难受的。我正要离开时，裴岩忽然拉起我的手，一脸温柔地说，老婆，有你真好。这时他的同事正好路过，笑着打趣，哟，撒狗粮了呀。我不着痕迹地将手移开，然后牵强一笑，我约了季宁逛街，先走了。他微微颔首，抬手摸了摸我的发顶，笑着说，去吧。咖啡厅里，季宁听我说完后，一副想撕烂他的表情。裴岩这个死渣男，边说边用叉子使劲戳着蛋糕泄恨。他看着我问，阿玉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望着窗外人来人往的街景发了会儿呆，而后缓缓开口，我想在生日那天准备一份惊喜给他。季宁一听，激动地拍了一下桌面，语气激昂，漂亮，我举双手赞成，你需要怎么做，我配合你。我把心里的计划跟他说了，他全程边听边点头，末尾还加了一句，阿玉，包在我身上，等处理完这一切，我们去旅游吧。他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，我知道他是怕我难过。四目相对时，我的眼里渐渐有了笑意。好。晚上裴岩回来时，我正将最后一碗汤端到餐桌上，他走到我身后，双臂环上我的腰身，下巴搁在我的肩上，轻轻蹭了几下。有老婆真好，回家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。他靠近时，连带着一股若有似无的香味钻入鼻翼。我身形一僵，故作镇定，将他置于腰侧的手拿开，温声说，赶紧去洗手吃饭吧。就在他转身的那刻，我卸下伪装已久的笑容，脸色冷到极点。刚上桌，他就手机不离手，时不时打字回复，脸上带着笑意，心思全然不在饭桌上。我抬眸意有所指，跟谁聊天呢？这么开心。他蓦地抬头，四目相对间，我看到他眼里一闪而过的慌乱，复又恢复正常。他连忙笑着解释，没呢，同事那几个在群里聊些有意思的事。我顺着他的话，好奇地问道，也给我看看。下一秒，他熄灭屏幕，将手机倒扣在桌面，一脸漫不经心。他们说话没个轻重的，没啥看的。他避开我的视线，低声催促，赶紧吃饭吧，一会儿菜都凉了。我眼中积攒的光在悄无声息的凋零。当年那个腼腆的少年，如今说起谎来却面不改色。那一刻，只剩无尽的失望裹挟着我。饭后，他主动包揽洗碗的活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用余光打量厨房里的裴岩。他一边洗碗，一边看着手机，嘴角的笑容就没停下来过。说来可笑，6年的感情，终抵不过新鲜感。收拾好后，他献宝似的将一盒蛋糕拎到我的面前。老婆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提拉米苏。他一脸期待地看着我，语气就好似一个求表扬的孩子。我一直都很喜欢甜品，总觉得甜食能治愈心情。可如今，
再甜都化不开我心底的苦涩。我盯着蛋糕盒失了神。裴岩见状，低声提醒，老婆，想什么呢？我这才缓过神来，正要伸手去接蛋糕。就在这时，裴岩放在桌面的手机突兀的响起，我还来不及看清是谁打开的，他便眼疾手快拿了起来，生怕被我瞧见。拿蛋糕的那只手骤然间松开，我伸至半空的手扑了个空，蛋糕直直砸向地面，而铃声还在持续不断的响。裴岩心急想挂断，结果一不小心按到了接听键。阿言，温柔的女声隐约响起，似乎带着哭腔。我抬眸看向他，恰好捕捉到他眼里一闪而过的慌张。他将手机音量键调到最小声，面色瞬间恢复如常。他指了指手机屏幕，用唇语对我说，是同事，然后拿着手机急匆匆往阳台走去。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失笑出声。我并没有跟过去，而是盯着地板上被砸得面目全非的蛋糕失神。他仿佛在预兆着我们的将来。过了十几分钟，裴岩打完电话走进来时，我正将蛋糕丢进垃圾桶。他有些歉意地看着我，老婆，刚有些急事，害你没吃上蛋糕。我笑了笑，语气轻飘飘地说，没事，既然脏了，扔掉就好。他站在原地踌躇不定，眼神有些纠结。我善解人意地问，怎么了？是有急事吗？他抱歉地说，公司有个项目出了问题，刚同事就因为这事急哭了，我这会儿得去处理一下。他又补充道，一会儿回来再给你带蛋糕。他用一贯哄人的语气，面色如常。我笑着打趣，你同事都喊你阿言吗？他身形一愣，笑容僵在脸上。我挥了挥手说，开玩笑的，赶紧去吧，别耽误了正事。只见他明显松了口气，披上外套匆匆出门。裴岩出去后，我打了辆出租车跟在他车后头。司机是个热心肠的大叔，当我提出跟着前头那辆车时，他爽快答应。他好奇地问了一嘴，大妹子，前头是你男人吧？我顿了顿，开口，男朋友。他见我情绪不佳，瞬间心领神会，向我保证，你放心吧，跟不丢的。车子最后停在了一家蛋糕店门口，那店名我很熟悉，是裴岩这2年常买的蛋糕店。只见他刚走到门口，里面就冲出一个身影，他如蝴蝶般投入他的怀里。那女孩跟照片一样，年轻明媚又开朗。他伸手揉了揉她的发顶，动作温柔。女孩纤细的胳膊挂在他的脖子上，似乎在朝他撒娇。裴岩伸手刮了一下她的鼻子，满脸宠溺。只见女孩踮起脚，主动吻了上去。6年的感情，说不难过是假。我鼻腔发酸，当时红了眼睛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掉。司机大叔连忙递上纸巾，笨拙安慰，大妹子啊，别难过了，叔的媳妇儿不也是嫌我穷跟人跑了？我可是吃了1个月的开水泡饭，你看现在不也好好的？安慰的话语在此刻显然起不到多大的作用，但我很谢谢他的善意。我对他说了声谢谢，然后下车。我和裴岩是高3毕业在一起的，犹记得他同我表白时，害羞的头也不敢抬，耳间微微一点红出卖了他紧张的心情。江婉玉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视线交汇时，我们都下意识的别过头。青涩如我们，即便爱意满腔，仍是手足无措。那时的少年，一腔爱意，炙热而真诚。他会在下雨时给我送伞，也会在我胃疼的时候不厌其烦的帮我揉肚子。大半夜我喊饿的时候，他会毫无怨言的出门给我打包吃的。而那时的我，会攒好几个月的钱给他买游戏显卡，会提前1个月用心给他准备生日礼物。寒暑假我们会一起去旅游。遇见他，我一直觉得很幸运。我们从校服即将走到现在，整整6年的时间。可如今是他亲手打破我对未来的期待。一声响动，我的意识瞬间回笼。只见不远处，蛋糕店的灯光暗了下来。那女孩笑意盈盈挽着裴岩的手走出来，店门落锁，他们相携着走进隔壁的酒店。而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，无声落泪。微风裹挟着热气扑面而至，令人心生烦躁。我转身离开。第2天，我请假回家，在客厅隐蔽的角落安装了摄像头。当晚，裴岩回来时，我跟他说需要出差1周。他显然有些意外，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，能赶得回来吗？我微微颔首，尽量吧。他清俊的脸上现出温柔之色。阿玉，我等你回来。生日那天，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。恍惚间，我似乎又看到当年同我告白时的裴岩。
我摇了摇头，轻声回应，好。再过几天，我要给这6年的感情做个断舍离了。第二天是裴岩送我去的动车站，离别时，他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。临近站前，他俯身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。他说，阿玉，我等你回来。我微微颔首，背过身时，嘴角扬起一抹冷笑。我从包里掏出一包湿巾，擦拭掉他碰过的痕迹。以前最为亲密的动作，如今在我看来有些恶心。我并没有登上那趟动车，而是回到我之前买的那套房子。季宁不放心，请假过来陪我。电脑开着监控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他唉声叹气地说，亏我以前还觉得裴岩靠谱，结果也是管不住自己欲望的渣男。我们几个还说，你会是我们之中最快结婚的，毕竟你们都谈了6年。我看向他，温和又平静地说，也许时间是在帮我筛选不合适的人。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爱情也是。季宁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欣慰地说，小样，看得挺通透的吗？亏我还怕你想不开，躲在被窝里偷偷哭呢。我笑着回他，哭一次是为了和过去道别，再哭的话就是脑袋进水了。当晚，裴岩是独自回来的，他手里还提着一盒蛋糕，晚饭就用蛋糕简单应付一下。吃完后，他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只见他手指不停地打字，嘴角笑意不断。过了半小时，我才收到他发来的信息，阿玉，你吃饭了吗？辛苦他在百忙之中还抽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。我敷衍回复，还在忙，事情很多，回去再说。他回，那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哦。以前我一出差就喜欢跟他分享当地的美食和景点，而如今这分享欲已消失殆尽。第二天晚上，那女孩跟着他出现在家门口，才刚进门，两人就在玄关处迫不及待的唇齿交缠。裴岩显然动情了，他大手扣着她的腰，将她抱起放在玄关台上。季宁面色一沉，骂了一句，操，恶心人的玩意。电脑里传出逐渐沉重的呼吸声。阿岩，说你爱我。下一秒，女孩说出的话断断续续，可裴岩迟迟不开口。他显然有些急了，娇声催促，快啊，你快啊。裴岩侧过头，恶趣味的咬着他的耳朵说，乖，还要多快。女孩撒娇般握着拳头，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背。下一秒，只剩下破碎的呻吟声。我拿起手机，给他打去电话。只见画面里，铃声骤然间响起，裴岩身形一顿。季宁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那女孩扭着身子，撒娇的说，别管好不好。裴岩停下动作，用眼神示意他别出声。电话接通，我温柔的问，阿岩，我想你了。他耐下性子哄我，乖，我也想你了。那嗓音带着沙哑和微微急促的喘息声。那女孩故意使坏的亲吻着他的下巴。我明知故问，你声音怎么哑了？是感冒了吗？电话那头停顿了足足有好几秒，裴岩才语气慌张的解释，这2天吃的太上火了，嗓子有点哑。那你多喝点水，我一会儿到酒店了给你打视频。他微一顿，回道，好。情势被我的一通电话打断。那女孩窝在裴岩的怀里，眼眶有些湿润，声音飘渺，阿岩，你能不能和他分手？裴岩闻言脸色微变，直接打断他的话，语气有些冷淡，不能，我们之前说好的。夏夏，别越界了，不该你想的，不要去想。他低声警告，清俊的脸上透着凉薄之意。女孩白净的脸上还留着动情时的余温，潸然欲泣的望着他，我见犹怜。裴岩许是有些不忍心，低头亲亲他的脸蛋，哄着他说，乖，你昨天不是看上一款包，我明天给你买，只要把我喂饱了，不过分的要求我都会满足你的。那拉长的尾音带着暧昧与旖旎。他羞涩低头，嘴里娇嗔着直骂他坏。裴岩眼神灼灼，复又低头吻了上去。我的目光牢牢锁在他们身上，曾经的情话和诺言到头来就像耳光一样，抽得我哑口无言。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少年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季宁拍了拍我的胳膊，阿玉，我找到他的账号了。季宁将手机递到我的面前，没想到他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恋爱博主，粉丝有10W 加。他的账号名叫炎炎夏日，个性签名是炎是他，夏是我，组合在一起就是炎热的夏天，一如我们的爱情，炙热又盛大。右下角落款处有个名字，我才知道他叫林夏。我手指快速滑动，下拉到他最早发布的那条动态。他是这样描述他和裴岩的第一次相遇。
那天我不小心打翻了他订好的蛋糕，他没有责备或者恼怒，而是选择安慰手足无措的我。他蹲下身陪我一起收拾残局。不得不承认，裴先生他长得很好看，抬眸时恰好撞进他如沐春风的笑容里。第一次喜欢有了具象化，我借口赔偿要了他的联系方式。他没拒绝，我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祝勇敢的夏夏可以如愿以偿。配图是一张裴妍拎着蛋糕离开时的背影。好笑的是，他说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。我将他的动态一条条看了过去，才发现我之前阳了在家发烧呕吐，他出去买药时还不忘给他带2盒，大半夜出去给我打包宵夜的时候也不忘给他点一份外卖。他给他披上我买的外套时，心里是否有一丝愧疚？就连去年生日裴妍送我的那条手链，他也有一条。原来失望至极就会无悲无喜。我冷笑一声，解开手腕处的那条项链，丢进了垃圾桶。裴妍，不要觉得我是多好的人，我只是在爱你的时候收起了獠牙。林夏发布的照片里，裴妍都是没有露脸的，但她的字里行间都在洋溢着幸福。我注意到她最新的一条动态是2张机票和10指紧扣的照片。配文：明天我要和裴先生一起私奔到春暖花开的地方，期待。那个地方是我前段时间一直想去的，但裴妍总说没时间，旅游计划就暂时搁浅了。你看，有心的话总是会有时间的。就在这时，季宁偏过头看我，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，挑眉说，他不是想上位吗？阿玉，那我们助他一臂之力吧。说完，他指了指自己，自告奋勇说，对付绿茶我在行。于是他火速用另一个手机号注册了账号，头像用的是我和裴妍的合照，连背景图都换成去年生日时他帮我们拍的照片。镜头里我举起的那只手，手腕处的那条手链尤为明显。季宁关注他的账号不久后，就在主页访客页面看到林夏多次浏览的记录。他勾着唇，言之凿凿地说，你看，稍微放点耳，他就很在意，这就叫策略，攻人先攻心。像他这种身份的，越没安全感就越会炫，只为了强调自己很幸福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破防。季宁边说边编辑文案，他发的第一条带图动态是我和裴妍的合照，露脸的。比起林夏隐晦的幸福，我始终能正大光明。季宁果然很懂得怎么气人。季宁发完动态后又开始跟我分析，他说裴妍跟你求婚应该是瞒着林夏的，若是让他知道了肯定会不甘心的。即使他们当初约定好的，但人总归有欲望，更何况是陷入爱情的女人。阿玉，我会陪着你的。我感激地看向他，季宁，谢谢你。他不由咦了一声，嫌弃地说，拜托，别那么客套好吧。话说回来，你会去装监控这事，我是真想不到。他一脸不可思议，但眼里却盈满笑意。以前总担心你性子柔，会被别人欺负了去，如今看来，我们阿玉也是很棒的。我闻言忍不住笑着打趣他，会说你就多说一些。第2日早上，林夏更新了动态，是一张天空的照片，不远处的云朵恰好是爱心的形状。配文，看，连云朵都是爱你的形状。他的粉丝纷纷评论好幸福，好浪漫之类的话。我目光一暗淡，心里堵得慌。季宁鄙夷道，不过是偷来的幸福罢了，看给他嘚瑟的。信不信我在评论区丢个烟雾弹，他就没法这么乐呵了。我抿着嘴，摇摇头，还不到时候。裴妍陪着林夏去旅游的这几天，我和季宁将收集到的出轨证据全都制成视频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买了2张机票，一张是回家的票，一张是去三亚的票。当初毕业后，为了裴妍，留在了他的城市。如今我也该为自己而活了。季宁为我发了一条生日预告，他特意喊了几个相熟的朋友，在那条动态下评论，阿玉，今年生日有大惊喜哦。某人已经悄悄准备好了一切。果然，林夏坐不住了，他主动私信季宁特意为他开的那个账号。我想，你应该知道我是谁，后天方便出来聊聊吗？我仅回了一个好字。季宁问需不需要陪的时候，我微微摇头说，没事，我可以自己处理好的。见面地点是我定的，是他和裴妍认识那天，我过生日的那家餐厅。她确实很漂亮，也足够年轻。刚一落座，他就开门见山地说，江婉玉，如果我是你，会识趣的自行离开。对于他的理所当然，我气急反笑。我偏不，你应该知道，裴妍明天会向我求婚，所以才会这么着急把我约出来吧。
话音刚落，他眸光转冷，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，可谓精彩纷呈。只见他握着杯子的手紧了又紧，恼羞成怒道：江婉玉，你有完没完？明知道他都变心了，还抓着不放，有意思吗？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他说和你在一起久了，就像是亲人，睡不下去。说完，他将领口扯开，脖颈处的几枚红痕瞬间暴露在视野里。他嘴角勾起一抹讥笑，今天早上出门前，他还缠着我又……他语气稍顿，嗓音微扬，拉长的尾音里透着得意。哦，不对，昨晚在车里，他就迫不及待，还是在你经常坐的副驾驶的位置。末尾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江婉玉，我就是要膈应你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冷静，不是为了裴炎，而是因为恶心。我缓缓地抬起眼皮，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哼笑出声。有些欲望可以靠钱解决的，林夏，你也不过如此，竟然会觉得用身子就可以留住男人。裴炎，他就是个对感情不负责任的渣男。就这样，你还要当宝吗？我笑着反问，难道你有回收垃圾的习惯？他被我刺得脸色发白，牙关紧咬。江婉玉，你就嘴硬吧。你应该有听过一句话。我嗤笑出声，你该不会想说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吧？他仰着下巴，骄傲地说，看来你很有自知之明呢。我的唇角弯起浅浅的弧度，不咸不淡地说，林夏，这种陈年烂梗还是别用了，那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。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我与你在他心里孰轻孰重。他猛地站起来，精致的眉眼染上了怒气，他忍住拔高了音量，江婉玉，我们走着瞧。我不疾不徐地站起身，笑着说，好啊。我先他一步迈开步子，快到门口时，我转身提醒，林小姐，记得把单买一下哦。出门后，我给裴炎打了个电话，刚一接通，他温润的声音自电话那端传来，阿玉，你回来了吗？我沉默了片刻，低低开口，只见他语气明显高兴了几分，你在哪？我开车去接你。我下意识拒绝，不用。一想到他们在车上做的那些事，我的声音骤然变冷。不得不说，林夏确实膈应到我了。电话那头有片刻的安静，我随即解释，今晚我住进宁娜，他想准点陪我过生日。如今我是做不到与他共处一室，毕竟不想浪费吃过的饭。下一秒，他有些委屈的声音顺着电流声落入耳内，阿玉，我都好几天没见着你了，静宁老跟我抢你，我都要吃他的醋了。我闻言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他想我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从林夏发的动态来看，他那几天的生活过得是有滋有味，他们又是蹦极，又是游乐园，又是海边的，想我的日子里也不妨碍他追求刺激，有种巴掌扇不进电话的无力感。我耐着性子说，阿言，我答应他的，明晚再陪你过。他见我态度坚定，只能妥协。那明天见，我会想你的。我含糊的嗯了一声。当晚，季宁掐着点从身后变出一个蛋糕，他笑着说，阿玉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伴随着他五音不全的生日歌，我吹灭了蜡烛，许下新的愿望。12点的钟声响起，祝福的短信接踵而来，唯独没有裴炎的。我一一回复信息时，收到林夏发来的信息，是一张熟睡中的侧颜。我已读不回，变了心的男人，在我这连狗都不如。我熄灭手机屏幕，迎着季宁笑意盈盈的眼睛，切开蛋糕。蛋糕很甜，比之更甚。第二天傍晚，裴炎说要来接我，被我委婉拒绝。到餐厅后，工作人员将我引到包间门口。我垂眸收起眼底的情绪后，推门而入。他起身，抬脚向我走来，笑着说，阿玉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落座后，他就将切好的牛排推到我的面前，笑着说，你没在家的这些天，我可想你。我只是笑笑，没回答。裴炎又跟我聊了一些琐事，我都敷衍回答。他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低声询问，阿玉，怎么了？感觉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。我牵强一笑，最近事情多，有些累。他温声安慰，那今晚早点休息，身体重要呢。我垂眸盯着盘子里的菜，有些恍神。实话说，这顿饭吃的有些索然无味。中途的时候，季宁发来信息，他截图了一张新发的动态照片，是天台的求婚场地，以及荧幕上显眼的嫁给我吧4个字。我嘴角忍不住弯起一抹冷笑。裴炎视线看了过来，好奇问，看什么呢？我微微一笑，跟季宁他们聊天呢。就见他切牛排的手稍微一顿，紧张询问，跟他们在聊什么呢？毕竟一会儿他还要求婚，给我惊喜。
我将手机扣在桌面上，抬头看他，轻声淡道：没呢，我们在聊去云南旅游的事呢。话音刚落，他瞳孔蓦然一震，静默了片刻，须臾哦了一声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唇角微不可察的一勾，缓缓的笑了笑。阿言，正好你也没去过，到时候要不要一起去？这话刚说出口，他就有片刻怔愣。待回神后，他有些抱歉的说：阿玉，你跟他们去吧，最近公司事情有点多，请不了假。也许是怕我失望，他又补充道：等忙完这阵子，我请了10来天的假，陪你玩得开心。我内心冷笑，他哪是忙，我看假期都用来陪林夏了吧。晚餐快结束的时候，裴妍提出让我闭上眼睛，说有礼物要送我。我装作懵懂样，明知故问道：是什么大惊喜吗？还要闭眼？他故作神秘，乖，听话，一会儿让你睁开，你再睁。我顺势点头，配合的闭上了眼睛，任由他牵着往前走。过了大概几分钟，他止住步伐，轻声在我耳畔说：阿玉，可以睁开了。我缓缓的睁开眼，只见天台被布置成一片紫色花海，紧接着熟悉的面孔从两侧走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裴妍单膝下跪，从兜里掏出一个戒指盒。在起哄声中，他抬眸看着我，眼里皆是笑意，深情款款地说：阿玉，嫁给我吧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大家都在鼓掌起哄，嫁给他，嫁给我。我没有如大家所预想的那般感动落泪，也没有伸手去接裴妍的戒指。我若有所思，意有所指地问：裴妍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会自始至终只爱我一人吗？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他，他微微一愣，非常认真地点头。会。骗子。我声音里裹挟着寒意，一字一句。他陡然一愣，脸上腾地升起一抹不可思议。我又清晰地重复道：裴妍，我说你是骗子。空气瞬间凝滞，谁都没再开口。他起身猛地攥住我的手腕，声音发紧：阿玉，什么意思？我语调讥讽，轻笑开口：阿言，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呢。这时求婚用的 LED 屏骤然间响起声音，大家的视线都跟随了过去。只见季宁站在屏幕边，一脸嘲讽地说：裴妍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答案。画面里是一段视频，拍摄于前几天，林夏与裴妍一起在云南玩的片段。虽然只有背影，但只要是相熟的朋友，其实一眼就能认出那是裴妍。我笑得很轻，声音机不可闻：裴妍，我们分手吧。还有，你这双手昨晚刚碰过它，放手，别让我吐出来。他闻言颓然松手，神情凄然，犹如一只困兽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焦急的女声自门口处响起：阿言。林夏应该是跑着来的，发丝还有些凌乱。他冲上前，抓着裴妍的胳膊，哽咽道：阿言，你不能娶她。裴妍猩红着眼，瞪着他说：谁让你来的？我后退2步，冷冷地盯着他们。裴妍骤然间看向我，下意识想要抓住我的手，但被冲上前的季宁一把拍开。他冷冷地吐了一个字：脏，别碰他。裴妍瞬间被刺激到，猩红着眼，手指门口的位置，对着林夏低声嘶吼：都是你，给我滚！当初要不是你那般作践，我也不会出轨。话音落下，林夏忽然放声大笑，下一瞬，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他甩了裴妍一巴掌，恨恨地说：裴妍，昨晚睡我的时候，怎么不叫我滚呢？你口口声声说爱将晚育，可一点也不耽误你睡我，到头来却把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，你可是又当又立。这种事情，你要是不愿意，一个巴掌能拍得响。他放缓了语速，笑着一字一句说：裴妍，我跟你说，既然睡了我，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，哪怕是死。我眼里闪过一丝嘲讽，在旁鼓起掌来。裴妍，林夏在明知道你有对象的情况下还追你，他固然可恨，可最大的责任在你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一边享受偷情的快乐，一边瞒着我，你这是想要坐享其人之福吗？裴妍，别痴人说梦了，该醒醒了，也祝我们再也不见。他脱力般慢慢跪在我脚边，哑着声说：阿玉，对不起，你打我吧。我摇了摇头，平静地说：打你手疼，没必要。就像前几天你带回的那个蛋糕，既然脏了，丢了就是。我又看向林夏，笑着说：现在你可以回收回去了，祝你们幸福。说完，我直接转身离开。裴妍还想追上来，被林夏抱住了身子。他尖叫着说：你不许去。我走得干脆，没有回头。季宁在一旁吐槽：真是狗咬狗，精彩得很。我的生日最后以一场闹剧收场。
却也幸运，提前知晓。走出门的那一刻，我与晚风皆自由。当晚是季宁陪我回去收拾的行李，我跟领导请了1周的假，打算回家陪陪爸妈。当我提着行李箱出现在家门口时，是妈妈开的门，她手里正抓着一把青菜，自然地说回来啦。就听爸爸洪亮的声音在问是谁。妈妈转头笑着对客厅的爸爸说，老姜，你闺女回来了，还不赶紧去买些她爱吃的回来。饭桌上全是我爱吃的菜。妈妈提了一嘴培颜，我很平静地解释我跟他分手了，她也没再追问，只说我是有主见的孩子，自己决定就好了。我休假期间，玩得好的同事特意发信息跟我说，培颜来公司问我去哪了。有个多嘴的同事跟他说，我请假1周回家。末尾他还特意交代，可别原谅渣男，要不然我得瞧不起你。我笑着回复，放心，没有吃回头草的习惯。我要回去的前一天，培颜来了，他手里提着一堆礼物，见到我，他苦涩一笑，嗓音低哑，阿玉。我直接将门关上，他在外头不停拍门，求着我开门。我直接出声警告，培颜，你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门外的拍门声戛然而止。妈妈在身后小声询问，阿玉，你跟妈妈说说，你和他是因为什么事情分手的？妈，他出轨了，还瞒了我2年。我爸一听急眼了，挽起袖子准备出门揍他，被我和妈妈拦了下来。我爸嗓门向来大，他直接冲着门外喊，臭崽子，赶紧滚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那天培颜给我发了一段小作文，我没看，主要字太多了，看了头疼。他的行为无异于雨停了送伞，花开了浇水，多此一举。后来回去后，培颜去我住的地方堵了几次，我直接打物业电话将人请走。有一次被季宁碰上，培颜用力的攥了攥手，带着一丝苦涩与无奈，对不起。他听后直接开骂，对不起的事都做了，对不起就别说了，别整这种自我感动的戏码，腻不腻啊？他离开时背影落寞，整个人被笼罩在阴影里，看着格外消沉。后来听共同的朋友说，培颜躲着林夏，林夏找不到他，就一气之下闹了自杀。被救回来后，他的父母带着林夏去培颜公司闹，公司以作风问题辞退培颜。由于事情闹得有些大，有人认出林夏是某平台的恋爱博主，网友得知事情始末后，舆论瞬间倒戈，纷纷谴责他知三当三。林夏崩溃，又一次用自杀逼培颜在一起，最后他妥协了。朋友说起来时一阵唏嘘，他说林夏有点神经质，总是怕培颜出轨，恨不得24小时守着他，只要身边有异性，他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去闹，导致朋友们都渐渐疏远了培颜。再后来，他的发小找到我，将一封信交到我的手里，他语气涩涩地说，培颜死了，是被林夏捅死的。我闻言有一刻恍惚，如林夏所说的那般，培颜就算死也别想离了他。他一脸惋惜地说，如果当初培颜要是没有犯傻招惹林夏，好好和你过日子，那……我出声打断了他，没有如果。他恳求地说，婉玉，求你再去看他一眼吧，他是真的很爱你。我摇了摇头，语气平静，不必了。他闻言失望地转身离开。快到电梯口时，他又回头同我说，看看培颜写给你的信吧，他是真的知道错了。等他身影消失在视野里时，我垂眸看了一眼手里的信封，上面是熟悉的字迹，写着阿玉亲戚。我没有打开，而是将它丢进了手边的垃圾桶。救人就是总要翻篇的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星星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